有请节目主持人赵段。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呢？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做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炳宏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我跟我对象结婚10几年了，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婆婆还有大姑姐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我的大姑姐经常用我的化妆品，还有我的婆婆说我看你把孩子给养得这么娇气。完了，还有我对象的朋友经常性的到我家里来，就是住10天半个月的，我也很烦。我感觉他一点也不尊重我，他想干嘛就干嘛。不知道我们2个人以后能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结婚10几年，跟婆家的关系那叫一锅粥。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陈先生38岁，来自山东保险公司职员；女嘉宾于女士40岁，来自山东高级月嫂。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结婚多少年？结婚10几年了06年结的婚，生了几个孩子啊，1个男孩女孩？男孩，多大10岁。今天来干嘛呀？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婆婆呀、公公、大姑姐经常到我们家来。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夫妻2人之间总是说一些我这不好那不好的事情，挑我的毛病。你给我说几件事儿吧，好不好？我做饭的时候，比如说，我做饭做多了呢，我的公公他不吃；我要做少了呢，他就说不够吃的。我炒菜的时候我给买个鸡或买个鱼，我的公公就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这么不会过日子。那菜做多了，夏天嘛，我怕吃了拉肚子，我就给倒了。他说：“你看你这么不会过，哪像咱们老家的人呀？”完了，我就给我对象说，给他爹说哈，把饭吃了，完了一拉了肚子，是不是？那花钱更多。我说你问问咱爹，对不对？今天饿不饿呀？饿呢，咱就多做一点；要不饿，咱少做一点，哪怕我少吃一点也可以。他说没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总是挑。其实这个事儿呢，我都知道。也说了，因为我父亲毕竟70多岁了哈，上岁数的人嘛，就有时候就有点小孩脾气。你说他太多吧，他就觉得我对他不孝顺；你要说的少了吧，你说就这2个关系，就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没法过多。我觉得这都是小事，说你浪费就浪费呗，大不了就下次。你看，他还总是向着他爹说，你说我哪里做错了？还有我的婆婆也是，一没事来照顾我月子，羊水破了，上医院，我婆婆就说，哎呀别去，不让我去。完了我们就去了，去了后我婆婆就不高兴。其实之前呢，她来的时候，我做饭给我婆婆吃，洗衣服，我什么都不让我婆婆干，我还给她洗澡，给我婆婆洗头。可是我生孩子，她不但不去看，而且她还说我这些，因为我是剖腹产嘛，把我妈也接来了。我妈从我生孩子一直照顾我出院，我寻思我妈太累了，让我妈回家休息一下，对不对？可是他妈呢，拉着我妈说：“哎呀，大妹子，你看这电视多好看呀！”我妈说：“哎呀，我累了，我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就唠叨，说什么呢？你看你姑娘这么娇气，还得剖腹产，花那么多的钱。俺大儿媳妇在那农村里，人家生孩子才花了多少钱，都是顺产，不跟你姑娘是那么娇气。你姑娘根本就不像是过日子那个人，就说我娇气，反正总而言之就说我不好。还有我出了院以后，我对象上班，那时候都晚上都10点多了。我说你做点饭吃呗，因为我在院子里剖腹产又不能动。我的婆婆说什么呢？一会儿我儿子就回来，让他给你做吧。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做一下呗，我说腾馒头也可以。他非要等着他儿子。完了，他那个电视晚上也看到那11点。白天也看，也不让我休息。完了，我跟我对象说了很多遍，可是我对象呢，就说：“哎呀，他看呗，他喜欢看。”我说：“我毕竟是坐月子，可是他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其实你看，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然后我呢，从小就是6、7岁就跟着我叔叔了，就很少和父母在一块儿。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爸妈从外地搬到山东回来。我们才在一起，所以中间这个沟通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直接。哎，你这么说，你爸和你妈在背后认可你媳妇儿不？不是太认可，因为他们希望我找一个就是那种比较朴素点儿。我为了协调这个关系，我和父亲将近4年多都打。
早的，我是白天，他是晚上。然后我们俩最近这1-2年沟通很少，几乎不在一起。就是我们俩这个离婚都天天挂在嘴上，但是我们俩还都想挽回这个局面。然后他跟我沟通的时候，基本上我现在比较烦，不太爱听这些事。我觉得这都是些家庭。你觉得家长里短，很琐碎，很琐碎，很烦人，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这些小矛盾会积累到这么深。因为我儿子在我来的前天问我，他说要是你们俩离婚，我跟谁好啊？我就觉得一下子点醒我了。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你有什么委屈你说给我，我哪做的不对了啊？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协调，能不能再。其实这委屈的全都知道，他知道他也不去做。我现在问你什么你就答我什么，好不好？结婚10几年来，对你先生的这个原生家庭，你很失望，没你想象那么好，是吗？是。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个家庭的人对你不是很接受，是还是不是？是。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在你的心里面是很好的，是还是不是？以前是，现在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不好了？也有4-5年了吧。那么4-5年前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同学，经常来我们家里，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也不和我商量。你也知道，都是男人嘛，我一个女人，他们经常出来进去不方便。我跟他说了很多遍，我说别带那些朋友来，有宾馆，是带他们去宾馆吗？乡里的亲人来家里做客，影响了你们的生活，你觉得不好了，是吧？这是4-5年前你就有这个意识了，对吧？对。一直没改。后来就逐渐升级，从村里的同学朋友，一直到了现在的大姑姐。你认为这是不好的原因是吗？这些人如果都剔除，你们的生活会很好，是这意思吗？也不会，因为他的性，他现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俩根本没有交流的时间了，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儿？以前我们在一起交流还很好，现在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一句话，什么事更是不跟我商量，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肆意妄为，心里没你，是这意思吧？对，还有更严重的没有说。你说。关键是他的朋友来给他借钱的时候，每次都200-300、300-400的借，我也不在乎，但是有一点，他借了他不还，更多一次借了2000多，这都几年了，5-6年了，甚至更久，他也不还，而且也不提。前几天又来借钱，他还是借给人家。我说你别，他老是不听，想干嘛就干嘛。新朋友我都没见过，我也不认识，不知在哪里认识的，他就领回家里来了。所以其实大家看啊，都说什么婆媳关系难处，根本不是，就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你想离婚吗？也不想。想好好过吗？想啊。真想好好过吗？他好吗？他不好哎。他不好，你跟他过什么呀？因为有孩子嘛。你们别拿孩子说事儿，10岁的孩子能问出这样的话，说明你们婚姻糟糕一塌糊涂。你们俩离婚了，我跟谁过呀？这2年来，你是做了月嫂对吧？对。为什么做月嫂？因为我也是为了。其实我们俩都在逃避对方，都在回避。就是其实说白了，你不愿意面对。我不是不愿面对，我最烦的就是他嘴上说嘴上和心不是一致的。你觉得你心口一致吗？对。你坚守这个婚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孩子嘛，我感觉作为一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还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我坚持不离婚。真想跟他在一起吗？我希望一会儿老师们给你做分析的时候，你特别认真的听一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于姐，我来解决你们来到现场说的这几件事儿。第一，跟公婆的关系，公公婆婆其实只是农村的老年人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跟你产生的矛盾，并不像你自己认为的，他们在挑事儿，就是不想让我跟我老公好，不是这样的。这其实是由于你的内向和敏感的自我解读，而且公公婆婆只要你们发生问题，然后你开始宣战，这件事情你就错了。因为作为子女就是这样的，老人你跟他较什么劲？他说的不对，你哈哈一过；他说的对，我们就虚心听着。如果对方真的像你表述的一样，根本对你不认可，你可以4个字解决：敬而远之。前提是敬嘛，
对不对？然后现在人家半年才来一趟，你还想怎样？敬而远之，懂吗？第二个问题，大姑姐这个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住到家里来，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刚才查了一下，济南租一个单间300到800，姐姐如果没有经济能力负担，你来出这个钱，好不好？好。离开我们节目现场，姐姐就搬出去，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平时呢，亲戚好好走动，过来看看孩子，对不对？对。有宿舍是吧？可以。那行，300都省了，赶紧搬走。然后大家没事到家里来吃个饭，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也是赵春老师说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心里面有结嘛，不能沟通嘛。什么原因？距离有了，美没了。你离家好几年，然后他现在又去做月嫂，孩子还不在家，每个礼拜只在家1天。对。那一家3口都不在家里待着。然后呢，家里被大姑姐占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们要重新的开始你们的婚姻生活，甚至是重新的好好去谈个恋爱，不要出去打工，这段时间就在家里，钱不是2天挣出来的。月嫂也是可以选择去做育儿嫂，比如说白天在雇主家上班，晚上可以回到家里。孩子接回来住，才10岁，住什么校啊？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的孩子一定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对吗？对。一家3口好好的在自己的小窝里面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好不好？好。祝你们幸福，白头偕老，加油！好，谢谢左岩老师。来，没有公婆和他姐姐，你们早离婚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们是你宣泄情绪的发泄口，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宣泄在你爹妈不好、你姐姐不好等等等等，宣泄在这些人身上，让你找到了理由和借口，才能够忍受忍耐下去。你看不上他，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看不上他，因为他不像个男人嘛，他没有责任感嘛，他守不住你们的小家嘛，他没有办法照顾你、照顾孩子嘛，他没有办法维护你的名誉嘛。他连自己家的家门都守不住嘛？你觉得他现在根本不配做一个老公？你告诉我，你觉得他是不是这么想？我感觉是。你不是受气，你从来不是受气，你是有怨。受气和有怨是不同的。受气是长期的接受了攻击，有怨是你虽然在做很多的事情，但你怨气积累在了心中，你们生活从一开始就不美好。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真的过不下去，离婚是可以的。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已经接受了，而且你们离婚，孩子不会没有爸爸的，也不会没有妈妈的，爸爸妈妈始终还在。但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我觉得是从一场旅行开始，去寻找一下能够让生活变得美好，能够忘记那些怨气的事情，就那么多。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来，严老师。我倒是觉得先生你才是那个不认可你的这段婚姻、不认可他的那个人。你说你的爸妈、你的什么姐姐不认可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难道暗地里、潜意识里，不是因为你纵容了他们吗？你有多认可这个女人啊？你的一言一行，虽然今天在场上话不多，你的哪句话在认可他？难道你不是始作俑者？天下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婚姻？天下哪个父母不会去爱自己孩子爱的人呢？所以你从心里就不认可他，而这个不认可是由于你不够自信，还是由于在这么长时间的夫妻生活中，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去处理复杂的关系，去面对他？我不知道，但我今天看到的就是你对他不认可，而似乎女士对你的感情还比你更多一些。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听起来又难过又刺耳。你说你们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但是因为来录制这次节目之前，儿子说了一句话把你点醒了。你说呢？我这个婚姻为了孩子我得挽回。我听起来很刺耳，因为其实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你们一家3口的家庭，需要是你对她的爱情，还有你对孩子的责任和爱心。你却把她撇了那么远，你直接告诉她说我现在不想和你离婚了，是因为我们儿子10岁了，儿子可怜。固然孩子可怜，他不可怜吗？
你再把朋友把你自己的至亲至爱领回你们家的时候，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你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在朋友面前有面子，我在父母面前，你看我不说我媳妇儿，我孝顺，我在我姐姐面前，你随时来，我们家钥匙给你，凭什么呀？他们家七姑子八大姨，老家人都来你们家，你受得了吗？所以你不要在这儿装好人了。我认为始作俑者是你。虽然女士你的喋喋不休，你的唠唠叨叨，我听着也挺烦的，但我觉得是这么久的不愉快沉淀下来的，他不够智慧，没有沟通更好的方法，而变成了如今这样让人又可怜又可气的模样。责任你更多。所以如果真的说我们爱孩子，首先一点是我们父母要相爱。如果你只是为了孩子而留在这个家里，孩子看到的是不相爱的父母，这个对他的伤害未必比你们分开的伤害更大。所以我认为你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塑自我，去审视自己对待这段婚姻的感受，它值不值得。先生，你要想，这个已经结婚12年，如今你到处不认可的女人，你还能不能从你们的回忆也好，从你们的过往也好，从你们对未来的规划也好，能不能找到继续相守下去的点和决心？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表面上说父母是被你们赶走的，朋友是被你们赶走的，接下来还要把最顽强、最坚持的那个大姑子赶走。其实这3群人都是被你们自己拖进来，任何一个人站在你们2个人中间，都会不好受，包括孩子。他把朋友请回家里来，也是希望能够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如果只剩下你们2个人，是过不下去的，必须要有第3者的存在，来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就是陆琪说的，如果没有这些第3者，你们可能矛盾早已经迸发到了顶点。其实真应该感谢大姑子，她好顽强，但凡是一个人都不愿意处在你们俩中间，但她居然坚强地坚持了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所描述的故事当中所有的人物，乃至于今天在录制的现场，没有一个人喜欢你，是为什么呢？你也不是十恶不赦，你也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为什么大家就是不喜欢你？你真的要努力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估摸着在生活当中你也是朋友不多的，人一般都是真实当中带点虚假，或者是虚假当中带点真实，因为人总是有瑕疵的，你再真实你也不可能完全纯粹，而一个完全虚伪的人总是需要一点真实来支撑别人对他的信任。但是最可怕的是一半对一半，一半真实一半虚伪。你明明想捍卫自己的家庭，但是你却不能慷慨激昂地把自己内心的诉求坚定地说出来。你明明对这个男生有看法，却害怕别人质疑自己是个挑剔的人，其实你就是个挑剔的人。他的父母不喜欢你，他的大姑子不喜欢你，你身边的人不喜欢你，就是你太喜欢挑挑拣拣，你不清楚在这段婚姻当中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很清楚，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我要的就是一个男人的老实本分，那么如果有我就留下，没有我就走了。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这么皮糙肉厚的，他彻底放弃了，因为跟你这样的人实在太难以对话。一样东西喜欢吃就是喜欢吃，不喜欢吃就扔掉。你呢，明明不喜欢吃又装作还不错，但是吃起来又满面愁容，让人家感觉很不舒服。那你说下次我做了蛋炒饭，我倒是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吃呢？你太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是敌人，哪些人对我好，哪些人对我不好，你并不清楚，所以你才会过得很纠结。你看，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是让人看着很不开心的。既然你如此不认可这段婚姻，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自己也不认可你自己，你不喜欢你自己，对吧？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你并不喜欢你自己。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能跟自己对话，自己都不能跟自己交朋友，你不可能跟别人交朋友，更不可能跟枕边人对话。你明白吗？所以你最需要想清楚的就是一句话，我刚才说的，周围的人为什么都不喜欢你？你把这事儿想清楚了，该离离，该存续存续。如果这事儿你都想不明白，你这辈子白活了。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今天老师们说的话，请一定记住，请一定记住，不要把别人拉进你们的婚姻冲突里来。一定是解决你们俩之间的事情，包括孩子的问题。今儿听着确实，10岁的孩子你们就让他去住校了，下得了狠心。老师们今天主要只是把问题都挑破了，所以思考你们考虑，方法和主意你们要自己拿，好吧？来，接下来一起进真情60秒。老婆，对不起啊，这些年积累了这么多小事儿，对你的压力太大。可能是我一再的退让和逃避，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面。其实大部分责任说起来还是在我。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通过老师对我们这个感情的分析，让我们重新再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我在这里呢，也向你郑重的表示，以后无论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商量，跟你征求你的意见。我们把这个家庭再重新稳固好，让我们的儿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我希望你把这些所有的纠结和过去都放下，我们重新开始。让现在咱的条件不错了，是吧？这个车也有了，房子也挺好的。我说这个朋友处的也不错，我希望就是咱能把这个关系能长期稳定的维护下去。那么更多的可能就是你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了，你释怀了，我们能好好的走在一起。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哎，这个结局没想到哎，特别好，听进去了，特别好。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和情况。我马上就要毕业了，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我特别焦虑，导致我跟我男朋友这段时间一直在吵架。我觉得他对未来没有规划，也没有什么上进心，都是我一个人在干着急。我早他1年毕业，最近他是越来越焦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学校的事情，是因为创业，还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我希望他能够静下来，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对他的好，对我少发点脾气。我现在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哄着我、忍让我，还总是嫌弃我脾气大，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他现在把自己圈在一个死胡同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走出来，我也很迷茫。这是来自一次变轨的焦虑，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一对情侣呢？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马，23岁，来自湖北，补习班老师；女嘉宾小林，23岁，来自湖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刚才是坐在那个角的吧？哎呀，我从那儿过去的之后，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幕，他正举起拳头打一个人，是你吧？还乐啊？怎么了？毕业要很焦虑吗？对，因为毕业了，然后家里又在忙一些事情嘛，生意小生意，然后我就是压力很大，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所以说我现在就经常对他发脾气。哦，对他发脾气。是的。行，说说你的焦虑，说说你的压力，都说说好不好？来。主要是这样的，因为快毕业了嘛，要忙论文啊，忙家里的生意，我就觉得很无助。然后他呢？你还要忙家里的生意啊？哎，对，所以就压力蛮大嘛，然后内心就很焦虑，就总爱跟他发脾气。以前的话都还好，是吧？最近频率就太高了。然后我又觉得他没有上进心，跟我不能一条心，就总是吐槽他、骂他。最近他老是跟我闹脾气，然后最近跟他老是吵架，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行，你们这是说的感受，你们说点事儿给我们听听好不好？他说我脾气大是吧？就最近前几天才发生了一件事，他当着我的面把他的手机摔了。摔手机那次不是因为当时逼急了嘛？主要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过来，然后我就跟说朋友一起去接他嘛，接他过来完了之后，朋友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突然就反对了，然后就不让我去了，我就非坚持要去，然后两个人就争执不下，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他转身就要走，我就逼急了，然后就摔了手机。不是他转身走，你摔手机他就留下来了吗？难道？我当时也是，我怎么劝他都劝不动嘛。为什么呀？因为刚开始我去的时候嘛，他说打牌是吧？然后我说可以，这一次你去了嘛，下次就别去了，别说我给你面子，对吧？大家都约好了。我的意思就是他在 A 和 B 之间选一个嘛，他一直不选，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每次他就是你要不就这样做，要不就那样做，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就说不让我去了？我又没做错什么。因为那天晚上9、10点的，我家每天早上忙到晚上，他呢，我觉得他不怎么忙，还到处潇洒什么的，然后我就内心可能有点不平衡，气一股脑的就上来了，知道吧？哎，你家做什么生意的？做麻辣烫。做麻辣烫，勤行活啊，这活累啊，所以你看姑娘挺坦诚的，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这样。然后他把手机摔了之后呢，这事儿，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脾气很好的人嘛，他摔手机，我觉得这事儿也蛮大的。虽然我骑车走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然后我就回去找，你是害怕了？我就回去找他嘛，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没法接，手机摔坏了吗？对，已经摔坏了。他不接，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意思就是说他下来带把话说清楚嘛。他也不理我。当时我到那的时候就已经快11点了，手机也快没电了，因为忙了一天。然后我就在路上找了个小学妹，就说把你手机借我打一下。我以为他把我拉黑了，就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结果没想到是真的坏了，然后最主要的是第二天还是我去找的他，
为什么说最主要的是你找的他呢？基本上这种情况的话，要是我偶尔发脾气，我也知道我自己错了嘛。你说你看到短信之后，也应该知道我主动低头了。这女生可能想不到，手机已经摔坏了。明明后来还是我哄了你，他就是有时候突然有个想法，他就非要逼着我去做。然后你过去都挺顺从的吧，兄弟？以前还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抗的？就是因为我辞职了嘛。然后他为什么会因为你辞职呢？因为你说，我比他大一届，然后早他1年毕业，到荆州去实习。哦，你是荆州的？对。哦。实习完了之后，他当时就觉得2个人，他在武汉，我在荆州，2个人跑的，我就跑的不是很方便嘛。然后就从荆州到了武汉找了份工作，也工作了1年。然后最近他情绪比较不稳定，然后也是老是吵架，然后我就想着把那边工作也辞了，然后到学校跟朋友一起创业，然后也可以照顾他的生意，照顾他的人。你从荆州到了武汉工作了？对。到了武汉工作了，怎么就辞职了呢？因为他的情绪特别容易跟我吵架，然后我就觉得隔远了，然后可能是因为距离远了，然后没有照顾到。所以我就想着辞职了，过来什么都你的意思是你辞职是为了照顾他是吧？对。是不是后来发现辞职之后不仅没照顾，反而2个人打得更厉害了？其实他为我辞职我还是蛮感动的，是吧？他辞职到我那边嘛，然后我们家也说了是做麻辣烫的，基本上就是我爸我妈我们3个人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爸突然有事儿出去了，那不就2个人忙不过来吗？他心里都清楚是吧？我都说了，他补习班只是5点到7点比较忙，因为做麻辣烫就是吃饭的那个点要配送啊，又店里有人，然后他就在家里睡觉，也没说过去帮忙，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啊。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天我感冒了，结果他因为这个事情生气了，然后也是吵了一架。累了之后就这样是吧？你说他不上进对不对？咱们说说他怎么不上进好不好？他因为办补习班，就是只忙那几个小时，而且还是跟别人合伙的。我就觉得应该自己想一下，有拼搏意思一下，而不是说跟别人一起合伙。主要是别人那个事情先前就在做，他只是后来加入进去的。所以我就希望他应该自己拼搏一点嘛，然后有什么想法他也要努力的去做，而不是仅仅说我说什么他就是什么。虽然说我有点在小事上面确实是要求挺高，大了点，对，但是我希望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能有他自己的主见。完，女生每次反正把他招完之后，还都自己这个道歉是吧？但是隔2、3天又会吵所以女生的焦虑我基本听明白了。女生的焦虑是家里开了麻辣烫在创业，她帮着家里人创业，然后又要做毕业论文。毕业之后是不是就干麻辣烫了？不是。那干嘛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矛盾没说出来，先前就是我们想去北上广那边走一下，跟别人学习，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过几年之后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他对我的想法总是就是无任可。那你支持他去北上广吗？以前一直都支持他的。现在呢？很多方面他就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你说说什么方面？就比如说去年12月份去广州，他说是去在那边摸摸生意的情况，然后他想着今年然后毕业了之后就过去自己开个店，在那边去相当于给别人打工。当时我们2个人是钱是放在一起的，我给了他7000块钱，结果他1个月就全部花完了，买了3、4千块钱的衣服。当时完全不知道，后来买完回来才告诉我，他完全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钱能用多少，自己花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去广州多久啊？1个月。7000块钱都花了，含食宿吗？食宿都是别人的。别人的是谁的？就是我亲戚租的房子，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嘛。你是去考察什么？考察店面？不是，是给他帮忙嘛。然后我以后也想做服装行业。所以你跟他说的是去广州学习，结果去花了很多钱。你学到东西了吗？我觉得就是玩了一趟。还有一次是去云南旅游，然后半途给我打电话，他说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那就带一包茶叶回来。结果回来了之后，茶叶
就自己做主送给别人了，也没有问我。是这样，因为家里亲戚也比较多的，这个送一点，那个送一点，然后送完了之后，发现给他茶叶送别人了，我当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嘛。以后上淘宝买，别自己带了，累得慌，你知道吗？在云南，打开手机，咔咔咔选完之后，配送到家，下了飞机，全都到家门口，你再送一样的，你知道吗？就这事儿，你还往心里去啊？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我再听听。最近买减肥药买了好几千，然后也不告诉我，我后来知道了，快递就到了，买了也基本上很少吃。最近就因为这个事也一直吵。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他想去北上广学习发展几年，然后回武汉创业，是这意思吧？这个想法你认同吗？你愿意陪他去吗？以前我是愿意跟着他走，我感觉他现在不太在乎我的想法，只顾自己的感受。他要不去的话，你自己还去北上广吗？我也会去啊。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是两地了吗？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之前嘛，他都是说跟着我走的，其实他反倒说现在他不愿意去，我心里还舒服一些。你是觉得这么多年你挺亏欠他的吗？对，因为我室友也都说他一直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其实自己打内心里也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很亏欠他，所以我才去想来的。哦，那你会为他不去北上广吗？但是这是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啊。好，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只要我们对生活有要求，我们就会有压力。可是你的压力源自于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完全处理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些事情，比如说马上要毕业，毕业论文，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的麻辣烫，然后包括去广州要做一点小买卖，这些事情完全超出了你的能力范畴，所以你才会有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可是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压力作用到自己的男朋友和自己的家人身上。你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有折射？是因为你觉得，反正不管我怎么对他，他都不会跑。对啊，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老家到武汉来。他可以为了我辞职，只要我做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我。所以你肆意的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些事情，而为什么这么放肆，就跟男孩子有关了。你刚刚一直在讲说，他花了7000块钱都不跟我商量，也不给我买衣服，也不给我买茶叶，因为你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你都同意。在你们两个的关系当中，最开始我以为是哇，火星撞上地球了，还敢摔手机啊，都是暴脾气，挺好，挺般配。但其实不是，你是地球，他不是火星，他是太阳，你围着他转。他在武汉，你就在武汉围着他转；他要去北上广，你就去北上广围着他转。他是你世界的中心，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你没有要求。我觉得作为男人，不要老是抱怨说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你愿意啊，你自己的选择。在你为了他的过程当中，你也感受到了爱，你对他的这些关心呐、陪伴呐，你自己也是幸福的。所以永远不要强调我为了你我怎样，而是要做自己的主。我到底愿不愿意去北上广？你们俩的关系即使将来继续相处下去，我也希望这件事情你能自己做主，给自己拿回主意，好不好？好的。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不合适，并不是由于压力，由于毕业才不合适，而是一个鸿鹄之志撞上了随遇而安。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我并不会表述说随遇而安不好，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的理由。但是显然，他不会偏安一隅，他有很大的人生规划和梦想。而这个人生规划和梦想有没有你，现在取决于你继续当不当地球。即使有一天你一直围着我转，他也有可能跳出银河系。所以我才跟你讲，人要做自己的主，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谁说现在就女人就想过小日子呢？很多时候女人也想轰轰烈烈的。
那也有很多男人想过小日子。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倒不觉得你们有太大的不合适。在我们这舞台上，经常有姑娘跑过来说：“你这个男人怎么没有责任感，也不考虑我一下？”一样的，他就跑过来委屈嘛：“你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责任感，怎么不考虑我一下？”考虑他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最近那么焦虑？确实和毕业季是有关的。毕业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是一个人生阶段向另一个人生阶段的演变。那这种演变是压力和责任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认为学校里面的恋情在毕业之后必须重新开始，因为进入了新的社会环境，所以以前那些东西没了，重新认识这个人，重新认识彼此。这个人就是磨磨唧唧的，不可能在事业上帮你很大的忙的，他就是一个小男人，你也重新认识他一下，一定是你扛家庭的责任，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不再是学生学校时候你们曾经过去的那段关系，而是一段全新的关系，重新去考虑一下，如果是现在这个节点，我还要不要他做男朋友？现在这个节点，我还要不要他做女朋友？就我今天是第一天认识他，我们究竟还合不合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新的社会环境、新的人生、新的野心和新的考量。谢谢。来，严老师。我说点乐观的话，虽然说大学期间的恋爱是一个真的想去闯？真的。那为什么每次出去不好好学习，总忙着消费了呢？因为学习的过程也很漫长嘛，我只是去看一下具体的经营模式。我看你也只是去看一看。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做到的是扬长而避短，但是在爱情当中，我们要做到的是取长而不断。有些人说性格相似的适合玩闹，性格互补的适合厮守，但这是有前提基础的，那就是彼此是真的有爱在里面。有爱就可以互补，没有爱就互为拖累。我是真心情愿的愿意以我之长去补你的短，因为真爱，所以我不希望我的短来拖累你的长。但我看不到你们之间有多爱，你们不过是因为性格的不同而产生好奇，所以才走到一起。但你们没有真真正正的用自己性格的长短面去契合对方的长短面。你说你想闯荡，老师也说你鸿鹄之志。真正的志是什么？真正的志不只是想一想，出去看一看。真正强大的人也许就像他这样是内敛的，而那些貌似有志向的人，也许遇到真正艰难的时候，他会停步不前，这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说白了吧，还是你们俩之间因为好奇走到一起，因为了解而要分开。我是个强势的人，所以如果我感觉到我的爱人在某些方面比较软弱，我愿意挡在他的前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是个粗犷的人，所以在有一些细腻的方面我一定做得不好，于是我就听我爱人的。彼此之间是真想在一起过日子，想成为一个整体，才会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那只是互相都看不惯对方吧。
从有一些事例上来看，你在有些方面心里的确是没有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心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他对于你从最开始的有兴趣，到后来变成了忍耐，所以你们俩现在其实就很不开心。所以你该闯就闯你，男生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之间如果分手，一定并不痛苦。啊，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男生，我最后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为未来多做打算，多攒点钱。哦，姑娘，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我想要未来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你看，完全不一样嘛。这个是多打算，多积蓄；这个是我要打拼，我要为我的事业去奋斗。两个人要的日子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真在一起了会咋样。最后要说的非常简单，如果你们要的不是一样的生活，那陆琪老师给的角度我倒觉得挺好，清零重来。接下来一起进入人情60秒。我是希望你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理性消费，多攒点钱为未来打算。你说你要去北上广去打拼，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你，但是以你现在的状态，我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有时候适得其反。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希望你，觉得如果大家不合适的话，也不必那么勉强。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并不是需要一直沉默不说话。有什么情感，你也可以向我表达，我都会珍惜你的意见。谢谢两位，请回吧。看结局吧，来，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祝两位要到你们自己想要的生活，祝你们幸福。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季。有网友提问说，我和丈夫结婚3年了，孩子2岁，他是唱2人转的。上个月呢，我跟踪他，发现他和女搭档独自去吃饭，行为举止非常暧昧。之后呢，他也向我道歉了，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但我心里一直很别扭，我是应该选择原谅他，还是和他离婚呢？其实您选择去跟踪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就证明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蛛丝马迹让你怀疑了。那么你们之间的信任呢，其实已经崩塌了。我觉得无论是离婚还是原谅他，最重要的是如何要再见信任，这是离婚和原谅的答案。希望你能明白，祝你幸福。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